她叫安小庆，曾是《人物》杂志的记者。4年前，她一直在找我。找我不是为了找我，而是想通过我找到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叫刘小样。20多年前，我在半边天节目中采访过她，她说出了万千人心中的隐痛。我觉得生活它也需要知识，他不可能就说非要念大学呀，念什么的，非要。他在家里他也需要知识，他的生活才不空虚。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这场谈话击中了无数陌生人的心，也影响了当时大凉山里少女时代的安小庆。在某种特殊的心境下，她一定要找到刘小样。但是我手机的一次损坏，让我丢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我丢了刘小样已经10多年了。2020年，你第一次跟我联系，说想找到刘小样谈谈。我当时婉拒了你，我说时间过去太久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也没有刘小样的联系方法，找不着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其实不止你一个记者找过我，我都是这么拒绝的。别人呢被拒绝了也就算了，只有你在其后的1年时间里没完没了的推进这件事儿，好像是死活非要把这件事儿办成。就是你非得不可。这件事儿的自己的心理背景是什么？其实没有那期节目，或者说没有半边天，我也不会做记者的工作。那在做记者工作之后，就不间断的一直在网上搜，也发现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在问说他去哪儿了？你们还记得半边天的刘小样吗？他最后怎么样？他过怎么样？但是最直接的一个动力可能是我就是万一就是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或者是我不做这个职业了，我有什么事情是如果我没有做我会后悔的。所以我当时就把我的手机的备忘录几个电脑里面的选题我找出来，我说有哪些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不然我会一定会后悔。然后其中的有一个就是关于半边天往事和寻找刘小样的这样一个选题，它属于一个遗愿清单式的操作。对，那真抱歉，我不知道你是怀着这么大的悲情和决心找的我。没事，我把它当成一个日常采访工作，就说还挺麻烦的，不做我不做了，就算了。直至1年之后，有一天你跟我说，你自己找到刘小样了。那次采访之后，安小庆写成了一篇文章《平原上的娜拉》，发表在2021年5月《人物》杂志公众号上，引发了巨大的关注。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和家人倒麦子，就是把麦子倒到那个蛇皮口袋里面，然后他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他的颧骨还是高高的，然后脸蛋儿是红扑扑的。然后我就说我是谁谁谁，我是哪个媒体的记者，然后我也是张玉老师的朋友，我已经采访过张玉老师，我们想来看看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他就哭了啊，然后他的眼睛一下就红了，然后我们就拥抱了一下，他就把我带到院子里面喝水，然后给我做面条。是这样一个情景，跟20多年前一样。我去找他，我每天坐在他们家厨房里小板凳上，他就8月底，太阳依然很毒。
大多数人家门前的空地里都种着葱和辣椒。刘小样家的门口种了一大片紫茉莉和玫瑰。天太热了，这边花都你看都腻了。现在这个没人浇。墙角的三角梅是他从南方带回来的，可惜只开了一次，后来只长叶子，不再开花。20年前，刘小样对我说，他的身体在过着一种日子，心里却永远想着另一种东西。20年后，我想问问他，你的身体和心和解了吗？好了，我约上刘小样去大理找安小庆。位置是越南吧？3个女人需要聚一聚。647的乘客，现在去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第3航站楼送飞乘客。乘客您好，欢迎乘坐本公司出租车，前排乘客请系好安全带。Hello passenger。蔫不唧的就进来了，一点声都没有。没有，太不容易了。你好吗？拿开，我看看。快点，你们俩胖了。是不是？比我见你的时候，那也是快20年了，胖点也正常。你累吗？你累吗？不累，不困。到大理的第2天早晨，刘小样告诉我，他睡得很好。在家的时候6点醒来，今天一睁眼就8点了。他忽然哭了，他说：“当初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又走了，走了就走了吧，我就该干什么干什么。现在你们又回来了，你们回来了。”我就可以踏实睡觉了。我紧张的，我想上厕所。上楼上有厕所。你进来看看这儿多好，你看看，快！我紧张的不行，不行。别怕，没事，咱先玩会儿。我过来，我给你讲讲。看这儿，洱海；看那儿，苍山。苍山洱海聚齐了，在这一间屋里。太好了。就是一般的，他们说一般的地儿，你看得见山的看不见海，看见海的看不见山。这是全大理唯一的一间能把俩搁在一块儿的屋子里。谢谢你带我到这儿来。这地方太好了，特好吧？我也觉得特好。我以前来过2趟大理，我从来没到过这么好的一间屋子。它就是这两边都能看到。就是啊。你心跳的好。没事，咱们待会儿，咱们在这儿待会儿。
我一慌，怎么了？就一慌张，就好像他不是就在这儿了吗？还有史铁生的也好的很。史铁生的哪段啊？这好多呢。你找着了吗？有日常观嘛，生命日常观，史铁生的嘛，反正我也记了一些，对，就我随便看一段就觉得很好啊，就这段就非常好。这个是人家总结的，这个是我总结的。这是你总结的啊？因为我说名言名句，我就想说我自己把它从书里边找出来，不想说是人家说的。哦，你想把它变成自己的话是吗？我就说，我看书的时候，我自己把它找出来，就是别人说的，可能我还不赞同呢。行，我就想自己去找，就是那意思。哎，我问问你，咱俩上次谈话，2002年对吧？20多年了。这20多年，你知道你当年的那个谈话的视频在网上传，然后永远有网友在问，包括我周围的熟人见到我也问，刘小燕后来哪儿去了？她当年特别向往外面的世界，她到底出去没有？所以，这20年间，你是出去过的对吧？出去打工了，你都做过些什么？去过哪儿啊？其实我一直以为说，自己的心里那个，就说诗呀这些东西都在远方呢，所以说我就想着说，我要到远方去找这些东西，找我心里头的这些，那些诗。但是呢，就是出去了以后，最初是在我们县城，就是做个就是服装销售。后来还做生活老师，也做了几年。学校的生活老师。学校的生活老师。后来在西安待了一段儿。后来还到南方也去了几个月。反正兜兜转转吧，就最后觉得。是好像不一定在远方，也算去过远处了啊，就去看一下。这几种工作相比之下，你最喜欢干什么？那就是在商场里边那个，做营业员，就是卖衣服嘛。那当时07年还是零几年，那我们县城就没有这个先例。大家都说的陕西话啊，然后他们那个商场，他就说想就弄得与众不同。最主要的一点，他说是我们要用普通话去跟顾客去交流。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挺吸引我的，但是当时我的年龄已经不行了，我就鼓起勇气，我在人家店外头转了好多圈，然后硬着头皮进去，还瞒报了年龄嘛，瞒报了年龄，然后就跟人家去用普通话交流，说，那你们这招营业员啊，那你啥条件咋回事？就普通话跟人家交流的，最后人家被我就给蒙了吧，我就去了。人家没那么好蒙，你一看就不是20多岁的。人家肯定是觉得这个人岁数虽然大了点儿，但是普通话不错，然后人的谈吐不错，可以。你以为人家真信你20多岁呢？我还以为说我把人家给蒙过去了。我就去上班，去了以后就先换衣服嘛，还擦个口红呀啥的，淡淡的化一下妆，就是那些女娃教我嘛，教我咋样化，他们就给我化。然后就在那儿用普通话去跟人交流，这个过程我就特别享受。关键是你破例，一个中年妇女在年轻小姑娘群中破例上岗了之后，你干得怎么样？
挺好的。我觉得我就喜欢跟顾客去交流，在那之前，我也没出过门，就是跟外头的接触，就是你们来的那一次，就是第一次跟外人说话，从天上下来的人一样，就是跟我的生活其实他完全都不着边，就是那个事情过后，我都觉得那是谁做的，我又不认得，我都不认得这个刘小英，我都不知道他，就那种程度，我根本就是太偶然了。可是你当了售货员，出去工作了，你每天碰到的都是陌生人，你得不断的跟陌生人聊。但是我喜欢啊，我就喜欢跟他们就说，那这衣服，那我这个大衣我配啥毛衣呢？那他把大衣给我拉出来，他新买的大衣拿过来，我就毛衣给他塞进去，他是那种浅灰色的，我原来就不知道是浅灰色的，你就配那种，那个淡淡的那粉，最漂亮了。肯定很好看。然后我就给他配了一下，他说，这两个配在一起这么好看。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在学呢，就这样。我问问你，为什么你觉得说普通话那么好？比如说这个工作，因为他可以说普通话跟人交流，就特别好，为什么呀？那不一样的声音，那是远处的声音。就是因为它是远处的声音。后来到了啥程度，我就是看书的时候，我就心里也用普通话念一遍。我自己没念出来，心里念。我就心里用普通话去看它。有时候就是晚上就是顾客少的时候，我就在那儿，我就想这是县城里边最繁华的一个地段，然后最繁华的一个商场，然后我在这个最繁华的商场里边的一个最显眼的地方，丁巴贵族，然后我的衣服又卖得挺好，然后我普通话也说得挺好，我就看着那些灯晚上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成了我曾经特别向往的那样的职业女性。就是。对。不过这个还是在家门口的县城，其实后来你走得挺远的，你去过南方，去过大城市打工。我想问问你，对城市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跟你的想象一致吗？不一致，失望。然后就是每天就是工厂宿舍，这样的话，好像我觉得不对劲，这好像不是我要的那种。我去了南方以后，开得特别红的那种花，然后在大冬天，他在那个厂门口，还有那个小区门口，他有那个就是那叶子也绿得很，然后就是问题是他的那个花开得特别好。我说这叫个啥花呢？我就很自然的我就觉得我问一下周围的人，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我不知道呀。我说这人你在这生活着呢，你咋不知道这花叫啥名字呢？然后我又问一个人说我来几年了，我也没注意，我不知道它叫啥花，我是外地人啊。那我就说那就这门口有个保安呢，这保安是不是当地人？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你门口这花叫啥名字？它咋大冬天的它咋开得这么好？那人说那是山茶花呀。茶花我们那儿就根本就没有。我说茶花呀，那咋开得这么好？我说他不怕冷，说啥？那他不怕冷，茶花不怕冷。然后我就有个想法嘛，我说那我打工我来这么多年，我就工厂，然后宿舍，然后我就这样来回跑着，我每天从这个茶花从他身边过，
那我也不看他，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名字。我说这好像不对劲儿呀。这么美好的事情，这么好看的花，那我们都可以把它忽略。那我们出来到底是？这不是诗和远方呀，诗和远方里头应该有花呀。那我要是，我就辛辛苦苦，我就上班呀，回宿舍呀，我就连这么好看的花我都看不到，就不注意它，这个意义在哪里？你吓了我一跳，小样儿。我周围的人，我们身边开的花、长的树，我们基本都没仔细看，我基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从他身边嗖的一下走回去了，嗖的一下又走过去了，来来回回10年20年，我可能都没注意看，真的。那我想不通，我就觉得那我得看到它呀，那就是我的诗呀，那我就得看到它呀，我就得欣赏它呀。那我们种这些花，那给谁看呢？那我们不去注意它，我们岂不是辜负了它？那你辜负了它，那就辜负了自己的诗和远方。我当时就这样想。我也没想到你为了一个这是什么花儿能到处去找人问，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跟生人开口说话特别费劲儿，你跟我说话当年都费死劲儿了。我没想到你能到处找人问一个花儿，你为这个花儿为什么会使这么大劲儿？我就问到至少3个人，我就问，我就下定决心，我必须得问出来。我不知道谁说的，说是女人要有自主的自己的不是，房间她是自主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自主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反正就大概就这意思。然后我就说是，这些年，就是磕磕绊绊吧，我觉得。就是这个自由的思想，自主的精神，就是支撑着我。我说，这些东西，我不能去纠教它。就是说，如果别人告诉你说，女人不能往外跑，必须老老实实在家守着过日子，你是不听的。如果人家告诉你说，女人应该到外边去闯世界，应该把家里的扔了，因为这个很狭隘，你也不听，其实你都不听，你必须。我开始是听的，但是我就是实践了以后，我不听了。你又不听了，我又不听了。不是回家了吗？我就想问你，为什么就决定回家了？你当时那么向往出去。然后我就想，就诗和远方，不一定说是在诗，不一定在远方。它可以在你自己的心里。我的诗，那就是我院子的花，就是我的庄稼地，也可以是，我的孩子呀，我家里的一切呀。我觉得你只要有自主的精神，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你的。我看见路边的一朵花，那我说它是我的，它就是我的。所以后来你把茶花栽种到你们家的院里去了，是吗？开了吗？开了。开得好吗？开得好。你每年要干多长时间的农活？一般就是2个月。干2个月，那差不多有10个月的时间就没有什么工作，没有守在家里，就是在家里守在家里，每天就过这一样的日子。我烦就烦在他过一样的日子，不按照这种规矩过日子就不对，就不是好媳妇儿。你还是好媳妇儿吗？我自己觉得我仅仅是个好媳妇儿，仅仅是个好媳妇儿。你在信里边这么描述，你说你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
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你要打破它，你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我就是自觉自愿地遵守规矩，我的身体在遵守，我的心在没有遵守。我就是即使我不能出去呀，但是我得想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饭的时候，我就光想着做饭呀；我洗衣服的时候，就光想着洗衣服。我可以想别的。可是我觉得这会痛苦的。你的身体在过着一种日子，你心里永远在想着另外一种东西，而你想的东西，你永远不敢跟别人说。这就是我的悲哀。钓鱼吗？刚才有好多船都过去了。我记得当年2002年第一次聊天的时候，你还跟我说过，你有没去过远处，然后没看见过大海，说很想看看。你后来什么时候去看过海呀？我没看过海，还是没看过海？还是没。那女儿带到重庆去，还是没见过海。重庆那个是嘉陵江，这个洱海是湖，所以严格的说都不算海，都不算海。咱们得约一次海。小燕儿，你会有孤独感吗？毕竟我觉得你想的这些事儿，在你的环境里可能没有什么人能跟你聊。那我就自问自答。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化解那种孤独感的。我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某人间有个事件，或者说是有个书，他有一些话，然后我就自己回答了自己。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思考最勤奋的人，就是你一直在想，一直在思想，这过程挺累的吧？不是很累，不是很累，因为我是，他要是说累的话，他可能就是跟现实脱节的话，他会累。但是我觉得我的思考就是说，他是跟现实它是结合的。他结合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接地气一些。不是那些空中楼阁。我觉得接地气的东西，就不会太叫人就觉得累。这块是我的地，就是从那边到这边为止，都是您的地啊？这长得好，是我住的。这边长得好。这长得太好。您就光种玉米啊？它是有季节性吗？这个季节是种玉米的。是。大叔，他是陕西的，在西北，他们那儿也是产玉米，他自己在家也是种了一大片玉米。我们平常吃的都是什么甜玉米、黏玉米、甜圆玉米，那种是什么型号啊？那就是水果玉米嘛。水果玉米啊。这是我种的，这个是未种的玉米。你种的是什么型号的玉米？我们那边的玉米种子一般都带那个什么秦。什么那个秦地种的玉米都叫秦什么什么，它容易有那个字儿，然后就下边就是数字。我们那几年种的是958，秦958那个品种在我们那儿就是它好像适应性强，稳产。我要敲大的，大小就差不多了。因为来讲，你看着大是这一节茶，你搬玉米要把它数这样，你要是直接搬下来，那杆儿就坏了。那杆就在上面。好，我再掰一个哈。太小了，太小了。不是这样，就是手两个手掰，一个手要放这儿，这样，然后这样 OK， 下来。好的。在根上掐。不行，这不就是根吗？不行，那一定要在这儿呢。看错了，就是这样。
你看怎么错了？这不挺好吗？你下来我跟你说，这些全是多余的。对呀。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你必须把它，这样。你怎么分辨哪一片种的好，哪一片种的不好？那不能有成不能高呀低呀。玉米就最怕说是高高低低，然后高的就把小的就欺负住了嘛。那小的就不行。你看人家这都是高高低低是一样的。你地里活干得怎么样？我不是我自己觉得种得好，就是村里人也觉得我种得好，大家都觉得你种得好是吗？觉得我能下苦，我就是脏呀累呀都能弄都能干。他还是那个他是吗？对。你跟他聊过这些吗？就是几十年了，就是你一直向往，一直想象，一直思考，这有什么用？对，就是围绕这个有用没用、成功还是失败的话题，我和他还有王树生，她老公，对、我们3个有进行过好几次小型的辩论会。还辩论会呢？对，他和王树生都说。我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突围没有成功，他们俩的评价都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来采访我们？我们这样子院子也旧旧的，好像也不像以前是村里的最早的那种致富能手，我们的车也旧旧的，有什么意义？就是从我们不是现实意义上的成功者，从那么远的地方舟车劳顿过来有什么意义？当时我心里很不忿。我觉得有时候无用的用就是最大的用，像我有时候觉得小样身上最大的自由和美和他最大的浪费，打双引号的浪费，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天赋是什么东西，他根本不用它去换取一些东西，他也不是，他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 IP， 但是我就不用这个东西去换取阶层的上升，去换取世俗名利，去换取各种资源的兑换。即使我痛苦，我在我的庭院里面，就是只能在这个庭院里面散步，我只能看到天空，靠近咸阳机场，飞机不断飞过，就在200米外就是铁路，那些声音永远在刺激我，但是我就是不放过我自己，我要找到一个答案。其实，能有刘小样那次采访，能有那期节目，最早我们应该感谢的是她老公王树生。刘小样给我写过一些信，诉说她的困惑、不解、孤独的内心跟环境的那种不匹配。然后我当时看着觉得很有意思，就我们剧组同事就给他打电话联系，说我们可不可以去你们家采访你？坚决被刘小样拒绝了，吓死他了。他说不能来，那个让村里人看见一个做媳妇儿的不好好在家过日子。去勾搭远处不认识的人，这哪行啊？这让人笑话，不能来。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打电话，不死心嘛，问问说，您再想想，您再想想，我们能不能去？然后刘小样说，要不我问问我丈夫得了。他就去问王树生，王树生小名叫小林，所以我后来一直管他叫小林。小林是他们村里的先锋人物。是最早就去大城市打工，做过买卖这样的人哈，所以其实他是非常开朗的，是有见识的人。对，小样说他一问小林，小林就说，干嘛不让人家来呀？人家远处有客人想来，欢迎人家呀。哎，这一下，小样就有了主心骨，就跟我们说，我老公说欢迎你们来，然后我们就去了，就才有那次。谈话，而且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小林聊过刘小样，然后小林当时跟我说，他觉得他虽然不太懂得刘小样看的那些书、想的那些事儿，但是他觉得挺骄傲的。他觉得他老婆特别厉害。对，他也跟我表达过，是吧？对，特厉害啊，特有魅力，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人。对。
我记得02年咱俩聊天，你还说过，别人给你介绍对象，你到人家一看院子上写着4个字“耕读传家”，你就觉得这个特别好，这样的人家就可以嫁给他们家。后来就嫁给他们家了，这家就不错。就嫁给他们家吧。所以我一直对你们家王小林印象特别好。别人老问我刘小燕她老公什么样，我说好着呢。那个，你看刘小燕爱看书，有几个农村媳妇儿这么爱看书的？老公自己都没这么爱看书。其实老公自己挺爱打牌的，但是他惯着他老婆看书，他老婆爱看书，他就帮着这个哪儿有书人家不要了，他就赶紧给捡回家。虽然他也不了解这些书是怎么回事儿。哎，我觉得真的，一个丈夫做到这样挺好的。不是他是有话他就反着说。我看书的时候他就说，考大学去。什么？考大学去？考大学？就是他就笑话我嘛。我说我不考大学，我在家里我也要看书，我就在你王家，我就在你家看书呢，我不考大学，就2人斗嘴嘛。这8年伺候走了婆婆啊，照顾大了娃，就是娃就是不是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就自己给自己找工作，现在就是成家了啥的，就这样。然后我的庄稼我也种着呢。其实我是你不知道那小麦啊，其实它跟花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它的时候，它就是快收割的时候的那种黄，它其实比花还要好看。就是从它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然后这么高。因为我从小我就从学校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就干农活嘛，我农活干得特别好，然后我也不怕干农活。现在种了10亩麦子，我还挺喜欢的。我家里现在就堆了那么大一堆的麦子，我就有时候就是那娃也跟我想这想法好着呢，爱惜点就是热爱粮食，这是一个老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我说我就是一个老农嘛，我老农就喜欢粮食。我养花我也觉得我是为我娃养的，我娃回来可以看吗？他们看吗？对，我想知道他们看吗？你那些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在大城市的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娃，是不是像我们一样，每天从花旁边搜一下就过去了？他们看花吗？看呢。我觉得我娃也挺喜欢，我娃还给我买花呢。给我买百合的种子，还就是他那个，因为我这儿没有卖的嘛。然后我就跟我娃说，来我查一下。我还查一下，咱们这儿可以养百合，然后他就给我买的种子，就邮回来。儿子女儿？儿子。你家王凯雷这么细腻呀？然后我就给他种好，就是百合开了的时候，娃不在家嘛，我就给他发照片，我就给他看，我就下头写的是妈妈的百合。就这样。据说婆媳关系可难搞了，你跟媳妇关系怎么样？咋说呢？我老是觉得一个家里头，是要讲爱的，不是说讲孝顺。这个好像有个误区。我老觉得孝顺这2个字好像是，就把人带到一个死胡同里去了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媳妇儿进门以后，我就特别，我不是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娃，而是说我特别爱这个娃。我就这种感觉。我听到一个婆婆说我爱我儿媳妇儿。我就觉得那，我就是爱这个娃呀。那你喜欢的话，可能就是有的东西你还不接受它呢。你爱的话，你可能就是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你全都接受。所以说，我是爱他的。就这样，我觉得我就这样做婆婆。儿媳妇是做什么的？是什么样的人呀？儿媳妇她是大学，她上学上的可好了，她的学历也高，然后
他的工作也挺好的，说话就不像我这样，声音大呀啥的，他都慢声细语的呀啥的，而且他就很有生活情调。我们家过年的时候，就是他在网上买了这么一大堆的鲜花，我们农村一般都插的那种塑料花嘛，给家里过年的时候换那种塑料花，他给家里买的是那种鲜花，不但给他们客厅，给他们房间，还给我的房间里头是康乃馨。啊，你知道康乃馨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是爱还是母亲，对，代表母亲的，代表对母亲的爱。对。你说这娃，你说你不爱他能行吗？她是个知书达理的那种女性，是你特别喜欢的，甚至是特别羡慕的那种女孩，是吗？那也可能就是我以前就是想要的那种自己，你想成为的人。哎呀，好像就是这种感觉，我就好像就是不是说他们老说我说学人家优雅学不来嘛，但是我就他就给我这种感觉，我就是从他身上就是看到我希望的那种那个自己。那你说我运气得多好？他运气得多好？你家儿子女儿运气得多好？他们多幸运呀！我就明白为什么你们家孩子都爱往家里奔，儿子也愿意回家，女儿也愿意回娘家，都在大城市工作了，有家了，都爱往老家奔。就他们星期天不是西安原来西安的离得近嘛，他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回来，他都要回来。那然后我就觉得我肩上的担子，就可不是说是你一个人说是想往外跑去找你的那什么师呀哥呀的，就说我在我家里，我可以实现我的价值，我可以实现我的理想。那是在我心里就行了，我不用在远方去追寻它。那你是个做饭的？我是做饭的。我最少有人说我是做饭的，你还拉说我是做饭的。你在妈妈里头是相当另类的，就是不管是城市的妈妈还是农村的妈妈。看书，想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事儿，说些非常奇怪的话。一般的妈妈不是这样，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在你孩子的眼里，你是个什么样的妈妈？他们跟你聊过这些吗？聊过，就是妈妈长不大。对我的这些想法，我娃就说，挺赞成的。他还给我，就说让我看书的时候，就说就不要听说是人家说啥，你自己就是，我给你厚这样一本书，我给你一个书，你自己去看去悟。还有女儿带我去看听音乐会女儿带我到西安去看音乐会她是那谁的，是莫扎特的，还有就是反正就是莫扎特还是谁的那个专场音乐会嘛。那我说那看音乐会得人家看音乐会是不是得穿衣服都得正式一些啊？我还说你还懂得多啊。说是哎，行了，别装了，就那样吧。我还以为说走，我带你去买新衣服去。他说你别装了。然后我们俩就去听人家来音乐会。然后听了半天，我问女儿说他这演奏是啥意思呀？他不是世界名曲呀，咱咋听不懂呢？我还说周围我们都看一看。我还说妈，你放心，
这里边可能有70%的人都听不懂。其实有什么懂不懂的？听着好听就好听，就多听听。不是，他根本就听不懂。不好听就算了。我听不懂，但是我偏要听，我偏听就听出来，听的，然后听的就还打瞌睡呢。然后我娃说：“哎，这优雅你装不来。”我说：“那就算了吧，装不来那就下次就别听音乐会了。下次你去带妈看那种小剧场的。我娃说，下次带你去看个话剧呀，那些反正就是他说是小剧场，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就是小剧场话剧，话剧分小剧场的、大剧场的啊，我不知道。他说是下次带你看个小剧场吧，这些东西你欣赏不来，就这样。他们就把这个就跟我儿子跟小林，就成天拿这个笑话我呢。说是有的人去装优雅没装成。你刚才跑哪儿玩去了？安小庆，我们俩那山坡下面，我们俩说小话呢。哦，我以为你去跟那帮小孩子疯去了呢。没有，我说你这次怎么愿意出来了？不怕像20年前一样受到海啸一样的攻击？那不得那个关注和冲击吗？然后他说他想说了，然后他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在一个下大雪的天独自在麦田里面散步。他当时跟我说，就这一大片地都是我种的，我种的可好了，我想想这事儿都特别舒心。他就说他的那个岩浆要喷出来了，所以他就愿意出来了。